大家好，今天先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牛年大吉。新年吃饺子，它的做法也是五花八门。怎么样看一个视频，就可以帮助你把各式各样的饺子都做得精致而美味。今天就做一个特别的饺子视频，把和面和和馅的规律总结一下。第一个，和面的规律。饺子面用的是家常的中筋面粉和水龙头里放出来的冷水来和，面粉和水的比例就是2:1，水量的微调主要和你用的面粉品牌和所处的环境湿度有关。微调的办法就是一边把水逐次加入，一边把面粉搅成小絮絮，用足够的时间来搅小面絮，可以让面粉吸水更均匀。如果还有多余的散粉，那你就再增加水量。当没有散粉的时候，就可以成团了。第二个，在面粉成团之前，先要在面粉里加一些盐，不但可以使饺子吃起来更有嚼劲，而且饺子皮也显得更白。饺子皮作为一个入门面食，没有什么技术点，但它有一个难度，就是鸡肉。有力量的揉面可以使水饺皮产生足够的筋性，吃起来有嚼劲。揉面的时候要用力，而且尽量去感知筋性的延长。但面团一旦产生筋性，那揉起来就很费劲，毕竟厨房里的肌肉男还是少数，那怎么办呢？当然你可以一次少揉一些面，但还有一个好办法，就是充分利用醒面。醒面的时候，一方面水和面粉能够自主充分的结合，另一方面已经形成的筋性也能够松弛下来。所以重复几次的揉面和醒面就可以帮助我们省力。当面团变得洁白光滑的时候，那么这个面就揉好了。第二个，调好肉馅的口感也有它的规律。不论你用什么肉，新鲜的现剁总是更健康美味。猪肉通常会选择肥瘦均匀的梅花肉，或者是瘦瘦的后臀肉加上比较肥的五花肉。牛羊肉没有明显的肥瘦之分，主要是选少筋膜的部位。做三鲜馅料用到的是鸡胸肉，因为它比大腿肉更嫩。好的口感除了新鲜，第二个就是要嫩滑，不能干柴。那它的窍门就是要打水，一边搅拌实际上就是把蛋白质的触角拉开延长，一边打水就是让它裹住更多的水分。当蛋白质都手牵手的时候，那肉就拉丝，吃起来就有弹性。它的关键就是加水要逐次，搅拌要一个方向。加水的量是肉的20%，但是也有差异，总的来说瘦肉越多，吸水量越大。第三，调味的规律。调味的关键就是对盐的把控。盐的含量除了盐本身，还有就是酱油、蚝油或者各种酱。制作酱油会加盐来稳定发酵的菌种，酱油瓶上标注的钠就是盐。各种酱料它的品牌不同，含盐量也不同，但不论是老抽还是陈稠，取一个平均，就是5克的酱油约等于1克的盐。盐的量大约是整个馅料质量的1.5%到2%，而且可以把等一下要混合的素菜的量全部都加在肉里面。虽然是咸口味，但是为了增加味道的层次，还可以加一些糖，糖的用量随意。味道的第二个来源就是香料，香料的选择差异特别大，总的来说就是轻口味配轻口味，重配重，白胡椒配猪肉，五香粉配牛肉，孜然粉配羊肉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肉搅匀，加水。刚才提到加水是为了改变口感，但不同的水分也会改变味道。水分的选择也很多，水、姜水、香料水、鸡汤水或者鸡蛋、牛奶都可以。有的去腥，有的提香，有的增鲜，那就看你自己的想象力、喜好和有什么吧。鸡蛋的处理就是加好盐，不要打得太透。热锅大油，快速划开，划得快，把空气打进去，凝结后就要拿开火，都是为了让它嫩。
虾啊、鱼啊，最关键的就是要新鲜，颜色是青白色的，摸上去是有弹性的。沥干水分，切小剁泥就可以直接用。考究一点，还可以裹上蛋白霜，在冰箱里放半个小时，这样处理海鲜就更有弹性。所有的肉类就是这样，把口感处理好，把味道调节好，最后用油把它封起来。第4个，总结一下处理素菜的规律。有些蔬菜，比如说萝卜、冬油菜、芹菜，都会带有一些异味，可能会影响整个馅料的味道平衡，那就要去除这些异味。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在沸水中汆烫一下，然后再用清水漂洗，控干水分就好了。切片过水，然后再切丝碎末，目的是为了保留一部分的水分，那蔬菜不会太干柴。第2个，大多数的新鲜蔬菜都含有较多的水分，如果直接做成馅心，可能会水分太多，包的时候太困难，所以就要去掉一部分水分。去除水分基本上有3个方法。第1个方法，用盐，比如说大白菜，加一点盐，利用渗透压的方法把水分逼出来。盐的用量很少，如果你没有经验，可以加大约 0.5%， 腌制的时间大约10到15分钟。挤干水分的时候，既要挤出水，又要悠着点，不要太干太柴。第2个方法，比如说菠菜，就可以用刚才说到的开水汆烫法。第3个方法最直截了当，直接拿一块纱布挤干水分，比如说粉条或者豆干。拌在肉馅里的香菇也可以直接挤干水分，但是如果是做纯素的馅，没有肉类，那就要把所有的菇类煸炒，把水分彻底炒干。蔬菜中胡萝卜比较特别，也可以灵活运用。如果切的比较大，那最好炒一炒，不然口感太硬。如果切的比较细小，那就可以直接用。最后，特别嫩的叶子，比如说韭菜、茴香，那就确保沥干水分，切成丁，直接就可以用了。不论你用什么样的蔬菜，当你排除了异味，去除了多余的水分，然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用油把它封住，尽量减缓它和其他带盐馅料的接触。最后一点，荤菜素菜分别准备好，等到包之前的最后一刻再把它们拌匀。所谓随拌随用，防止塌架子。终于到了视频的最后，说一下制作和烹饪的规律。第1个，如果面团擀的是长方形的，就像我这样横着抛开；如果面团揉的是圆形的，那就中间掏一个洞，转一圈变成一个 loop。 水饺的面剂子通常是10克一个。第2个，搓条的时候用干净的台面，而擀皮的时候可以撒一些干面粉。饺子皮的厚薄是因人而异，另一方面还要根据馅料不同来决定。擀皮的时候，如果希望它自己能够转，那一个是要撒一些干粉，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手往前推，一个手往后，一推一拽，多试几下就会了。值得注意的就是纯素的饺子，因为馅料熟得特别快，所以皮子可以擀得薄一点。如果你是新手或者皮子特别薄，可以用打折的方法把它包起来。如果皮子够厚或者够有经验，也可以直接把它捏起来变成一个小元宝，或者2合1都可以。素馅的饺子会比较难包，因为它没有肉的粘性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对折捏起来。把边缘都捏紧，再把两边扣起来，就变成了一个大元宝，也很吉利。第3个，煮饺子也有它的灵活性。除了通常说的宽水滚水下饺子，先开煮皮，再盖煮馅，滚开后再多次点水之外，如果是素馅薄皮，那可能你点1次水就可以了，
如果是肉馅但皮很薄，那可能点2次水就足够了，或者就是传统的3滚饺子。最关键的就是要看饺子变得鼓鼓的，饺子皮变得白白嫩嫩的。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。鼠年不利，牛年也不见得容易，但只要每一天都有点滴的进步，相信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就会更好。